旅行我都很开心，但我觉得节目组好像也有点在整我哎。怎么说呢？为什么你加入了之后，上一次跑步，这次骑车，我都在跟体育系毕业的 PK 体育，这样对吗？那我以为这是 GoGo 台湾的常态，哦，就只要发泄体力这样。我觉得是你来让这个误会还有这样子艰难的程度又再更加提高了。哦。 我想说，上次第一次来之后就是骑100K，所以现在跑步跟骑车好像蛮合理的。合理是不是？不过我觉得这一次倒也没有很困难，因为东北角啊，真的是我很熟悉的一段自行车路线。我们要骑的这条路线非常轻松，非常写意。哦，也刚好这条路线我也非常熟。我平常练车一带就刚好是从宜兰到福隆这一带来回穿梭。哦，所以应该你带路啊。对，但是你刚刚带我来这条，我没有进来过里面的。 你说旧草岭隧道自行车道这一条你没有骑过？因为我平常练车都是从宜兰市，然后骑到福隆车站，刚好来回100公里。所以我在炫耀什么啊？就刚好在公路上。平常这种秘境这么小巷，我还真的没有进来过。所以以前人家大禹是治水的时候三过家门而不入，你是骑车练车三过草岭隧道而不入。这没空停下来，这次就要麻烦这位假宜兰人带我跟宜兰人逛一逛。你才假宜兰人，你都没有骑进来这边，你这个假宜兰人。我们现在骑回宜兰去。不过这趟旅行不是只有骑旧草岭隧道哦，还有另外一条自行车道龙门盐寮自行车道。然后我们沿途啊会看到非常多的渔村风光，另外呢当然也有美食招待喽。哇，那可以骑车又有美景看，还有美食，迫不及待，赶快带我去啊！对，大达，我们出发吧。好，人家是大禹，你是大达。好，大达，大达，从这边开始，你看起点在这儿。哇，好可爱哦！龟山岛也看到了，整片大海也看到了，哇，一次大满足，这边算同捆包。这一面墙还藏了一个9又4分之3月台。我看到了，这个我电影看过。你确定哎？要确哎！哇！哎，进不去哎。哎，你为什么背一大箱？哎，我要背去我上面的咖啡厅。所以你咖啡厅的东西，该不会每天都要这样子用背的背上去吧？对呀，因为这边车子也没办法到。小杰老师 ，Hello Wendy， 老师，我带思达来跟你一起体验旧草岭自行车隧道。哇，再来骑一次，没错，这个地方真的很舒服，很适合骑车的地方，对啊。因为我虽然来过很多次，可是骑不腻。那这一位呢，他住宜兰，哦，是啊，但他没骑过。哇。住宜兰没有骑过这一条草岭就草岭隧道，你是不是大家都会很惊讶？说你住宜兰，因为过了这条隧道就是宜兰了。我们在中间会看到一个新北市跟宜兰市的交界处。隧道口听到音乐吗？有。小时候我们唱的《丢丢党》的这首歌，就是因为这个隧道而出彩的。骑到过隧道之后，我们就会看到石城休息区。那边我们就可以看到龟山岛哦。往你的地盘前进啦！好啊，好啊。从新北出发回家喽！出发到宜兰。这条隧道啊，是从民国10年吧，那时候还是日治时代，大正10年吧，花了3年的时间才把这条隧道做起来。那这条隧道当时是台湾最长的一条铁路专用的隧道。对，所以到现在为止已经101年喽。是当时最长的隧道。对，这一定是一个很伟大的交通建设。对，等于是现在雪隧的概念。没错。哇！如果没有开通这条的话，就变成你从新北市，从现在的新北市到宜兰，你是要绕好大一圈的。其实这样放了这个音乐在隧道里面骑车，很有氛围哦。对啊，而且其实是一个蛮魔性的，而且我觉得隧道好是好在它非常的凉爽。对。我们现在骑车差不多10点的时间，跟外面的温差应该差个3、5度吧。对啊，就是很适合避暑，小朋友来这边骑也很棒。而且我们常常讲说时光隧道，时光隧道，有一些怀旧的东西，我们会形容我们好像走进了时光隧道里面。这条其实就是名副其实的时光隧道，因为它整个隧道都很有时光感。对，就是你下面可以幻想到仙人以前是通过这个隧道这样跨2个县市，觉得画面都好像涌现出来了。
清楚哦。对啊，今天天气是超棒的哎。龟山岛也是有一种魔力耶，如果你骑脚踏车的时候看到它在湛蓝的海面上面，形状非常的清楚明显，就会觉得今天自己赚到了。对，而且龟山岛对宜兰人来说是一个很特殊的情怀，精神象征吗？对，真的，每次看到龟山岛，觉得哇，我回家了。那你看旁边，除了海色很美，龟山岛很美之外，整个地质我觉得也让人叹为观止哎。对，但是礁岩好特别哦，然后而且你看，像刚刚讲的，也留一点海浪在上面，有点像天空之镜的感觉。对，整个云都倒映在上面。哦，整个有一点点倒影，对，浪漫。但是老师，这个地质的形成是跟海洋的拍打，还有这里的岩层不太一样有关联的。是有关联的，因为这里你知道台湾的形成就是一连串的火山推挤，2块板块的推挤。那我们现在看右手边的是整片啊，就是因为板块推挤1000年来这样子慢慢挤出一整片，所以可以看到有些就会被海浪拍打侵蚀掉，有些就会保留下来。对，那所以这整片区域就是我们这个来来地质的整个区域这边，就在这么大特殊的地形上面，就会有人称作它是魔鬼的洗衣板。对，这个名字取得很好，因为它像洗衣板，它又是黑色的。对，它是黑色的，我觉得好贴切，一个叫做巨人的洗衣板，我觉得也蛮贴切的，就很大一块。对。那我们从这一侧看，它都是水平的线条，我们再往前走，它就会变成有弧形的线条。那所以也会有人说这个是远古的巨龙的龙爪过的痕迹。抵达三貂角灯塔，爬上来是一段坡，但是很值得。对，真的，这边一看，哇，我把整个龟山岛也看到了，整片大海也看到了，连刚刚平台都可以眺望得到。哇，一次大满足，这边算同捆包。在三貂角灯塔园区这里，我觉得本身就是很浪漫的气息。但除了浪漫气息之外，我们今天还要为他唱一首歌。啊？为什么上来还要唱歌？祝他生日快乐！对，今年三貂角90年了，对，是90年的老公公老爷爷了，对。啊，因为以前西班牙人来到这边的时候，感觉很漂亮，然后就叫他这里叫 San Diego，然后就台语的谐音就变成三貂角。它的历史真的非常悠久，对。而且现在整个这样纯白色系，就让人有一种很纯爱的感觉啊。真的，而且它就是耸立在这边，好壮观哦。因为以前是烧煤油的。那所以呢，后来没有烧煤油以后，后面我们现在往后看了一个很像教堂的地方，就是以前的煤油的收藏库。然后后来这边煤油没有做以后，就是把这边都改建得像一点北欧的欧洲的感觉，所以前面会有一个观景亭，也是像欧洲的庭园。那这边就会很多人拍婚纱。我听说有人称这边为台湾的眼睛，对不对？是的，是的，因为刚好就在最东边的地方。以前这边三貂角这个地方海难很多，所以它就有一个灯塔在这边，让大家就我们到这个地方要小心，要注意了，才不会被这些暗流啊、这些海浪啊被打走这样子。所以像思达刚刚说的塔瑞爷爷，不但是很具历史意义的价值，他同时真的也像祖父一样照料着大家，对，守护着大家。现在我们来到这个我非常喜欢的小渔村卯澳渔村。哇，这里真的好漂亮，而且是海景第一排。我们刚一骑进来就有一种慢活的感觉。对啊，海风吹过来也让我们感觉很舒服。旁边也有很多社区的彩绘，让人觉得这是一个小巧古锥的地方。对，而且它彩绘除了有些海底生物之外，还有一些我看到一些渔村生活的缩影。这个啊，如果会看的人就知道门道在哪里，知道怎么样透过这些彩绘去认识在地文化。我们先把车停好，去找一下在地的好朋友，带我们好好晃晃。好。是啊，你看旁边的彩绘好可爱，而且。不可能！我约的来宾住在渔村里面，看个海也要这么帅吧 ，Lisa？ 哇塞 ，Lisa， 大家好。Lisa，
你们这边的风景真的很疗愈，而且刚刚我就跟思达说，这里的彩绘墙好有味道哦。这个是你们社区居民自己发起要帮社区做彩绘。对，这个有一点故事。这一面墙是一个叫做法国的一个艺术家，叫做班杰明。班杰明所画的。他来这边渔村，然后来这边打工换民宿，来这边生活了差不多1个礼拜。他觉得说，我们这边的渔村文化呢，可以透过他的画作，然后把它呈现出来。那为什么卯澳渔村又叫做卯澳渔村？哦，卯这个字很少用。这个有2个由来哈。台湾的极东地标在我这个地方。那极东在那里，那太阳从哪里升起来？太阳就从东边嘛。它早上卯时的时候是早上5点到7点，台湾的第一道曙光照到这个湾澳，卯澳湾第一个寒流就来了。这个卯澳湾呢，67、8年的时候没有对外交通，全部呢这个地方的居民就是就地起建，拿石头盖房子。前世时期呢，造就了100多栋的石头在这里哦。那古时候的人超级会生小孩啊。一栋房子里面就住了7兄弟8姐妹，你看啊，那100多栋就住了2-3千人住在这个湾澳里面，就表示他们怎么样呢？现代化人讲的 easy， 叫做探家，真好探家，真好抱掉抱死啊，第2含义又来了。同时有大自然的含义，也有人文的含义。对，我觉得我听了也很有感觉，因为我是卯时出生的耶。哦，那你好适合住在这里。早上5点到7点啊。问题是的，这个是我们卯澳渔村最具拍照打卡景点的一个九鱼柱地标。九鱼柱是指上面有9只鱼吗？就是我们当初怎么冒、怎么赚钱、山帮啊的文化，然后抓到什么鱼，那9条鱼是最具经济价值的，我们要标示上来。哦，发财柱，就是算是九鱼柱，靠这些鱼发家致富的。对，可以这样讲。你认得出来吗？因为你有在钓鱼，思达你应该知道哪些鱼值钱。我认识的海鱼算比较多，但是我只局限于我钓过的。对，你有钓过值钱的鱼吗？那像我刚刚看，我仔细看一下，有剥皮鱼，对不对？对，就是它上面是天线的剥皮鱼。有钓到剥皮鱼？我钓过剥皮鱼。哦，这么厉害。然后白带鱼，然后煎鱼，然后白毛，昂干，哇，太棒了！还有，看是有9烙。对，9烙，对，哇，厉害，对，哇，6种，目前是6种，所以9只里面你钓过6种，那我算是不是哦，比例蛮高的啊。对啊，他刚才连东星斑都知道了，昂寮他都知道了。那李长，我想请问一下，这个九鱼柱啊，也是刚刚那位法国艺术家所做的吗？是的，这个是我们以前我们的数学老师帮我们画的。数学老师，他是我的数学老师。他退休以后，他就觉得说我们这边有这个3板油烙的文化，我们有这边的那个采集的文化，他把我整个这样子用彩绘及那个标志意识的把我弄起来，然后让全国的那个游客，甚至于国际游客来这边拍照打卡。所以他不但是数学老师，还是您的数学老师。对。那你一定觉得与有荣焉，深感骄傲啊！当然，他说因为我已经当了7届里长，他说里长，我们这边有这个渔村文化，我帮你把它弄上去。所以在这一个地标打卡上面，就是文化特别多，对，不只是好看，适合打卡，其实里面有很多跟在地相连接的，有很深的寓意。跟我们提到石头屋，在卯澳渔村有很多石头屋，这边就有一栋哎。对，这个是我们卯澳渔村最具代表性的。你看，像这个人形砌的石头厝，你看看，像连个宫门啊，都是用纯手工打造的。对，它的中间啊，就是用我们的红土加糯米去做连着剂哦。你看看，你是连胜的大地震，它几百年的哈，那经过那个大地震几百次的，一样屹立不摇。所以说，现在这一些就是我们卯澳渔村最具代表性的百年石头厝。那我想问一下里长，就是盖一栋这种房子大概要多久的时间？这个我们古时候的人情味超级好，不会太久，因为你家要盖房子，全村庄的人就发动，捡石头，然后砍柴的砍柴，然后挑土的挑土，
哦，都全出那个方装来，1个月之内就把它搞定了。一传十，十传百，来帮忙哦！对，所以个海螺大家都过来盖房子。对，我们的人情味那时候的人情味超级的好啊！改天换主持人他们家要盖房子，也是一样，全村的人都在帮他忙。 Please， 简直是志工的方式。对。李长，你刚刚介绍那么多墙上的绘画，跟菜单一样，看得肚子都好饿哦。Menu。对啊，这什么那么多渔产，那有没有什么推荐我们去吃的地方？确实，这个地方海产之新鲜呐，都是最棒的，都是渔夫自己抓的。哎呀，庙前面那边就有一家新开的，可以去尝试看看。对，就在前面而已啊。对，走过去就好。对。老板好，好多渔货。哇，老板好。里长推荐我们来找你吃海鲜，还没吃我就知道一定厉害，因为逢山就厉害。对，像是我们《三国志》，就有3味嘛，桃园三结义。桃园三结义还有3个臭皮匠。还有3只小猪。对，3只小猪也算。对，他打倒大野狼嘛。对，你们是3位船长哇，一起开了一间海产店。1位船长挑的货通常就已经蛮厉害的了，3位船长挑的货那简直就是渔货中的上选。对，没错，我们家的渔货每天出港，每天卖，今天卖完，明天再补新鲜的货回来。所以真的都是你们自己3位船长去捕捞回来的，跟大家分享。是啊，你看那一只，这只是您这一位船长捕捞回来的吗？没错，那可以。哇，这个好你们大3位船长有分工吗？有另外2位船长专门抓青鱼，你专门抓龙虾。那既然你们捕龙虾、捕青鱼，是不是这2样我们就必点？是没错，这个青鱼粥算是比较长辈的，就是小时候都有这个青鱼粥啊。中午来煮的青鱼粥是还是船长出海的时候啊抓到鱼啊，叫外老说不能中午就煮个青鱼粥，大家随便吃一吃。所以是长辈跟船长爱的粥，那就要叫老船长粥啊。对，是可以的，也是可以。老船长粥来2碗。好，没问题，等一下马上。上菜了，但维尼姐，我今天缺吴老板一个道歉。我缺他一个道歉，这样，你来第2集而已就可以叫我道歉了，是不是？但这很值得道歉吧？对不起，你刚刚点了2碗粥是吧？我不该点2碗粥的，我很抱歉。你看一下这个粥，它这1碗已经够我们整个 team 吃哎。这是1人份的粥，而且1整只这么大只的青鱼在里面。老船长真的不一样，真的是自己的船家抓回来渔获就不一样。对啊，而且青鱼一般我们非常少吃到做粥，因为大部分都是拿来煎青鱼。对，而且我们一般吃到的青鱼应该都是那种挪威青鱼，就是那种干煎青鱼片，就是很少本岛的青鱼。对，因为它要保鲜非常不容易。所以它敢拿来做粥，想必一定是非常新鲜。配粥很棒，因为配了粥之后，我觉得那个鱼的香气有把米饭的味道彰显，跟2个互相衬托出来，很好吃哎，真的是甜味，对，是甜甜的感觉。这真的是渔夫料理，我们平常外面真的吃不到这种东西。另外呢，他们3位船长。2位是捕青鱼的，另外1位是捕龙虾的。我们一定要来吃龙虾。我觉得我们这一桌真的点太多，是的。对，有点太浮夸。是不是有点太浮夸？这根本是在板豆吧？我很抱歉，我真的没有想到他们家的每一个料理都是这么分量这么巨硕。船长自己抓回来的就是不一样，好肥厚哦，这么肥。它的肉是非常的 Q 弹。对，完全不是那种龙虾最怕什么不新鲜，它冰过之后，它肉就会粉粉的。它这个很弹，像在嘴巴跳那种感觉。它除了很弹之外，它很脆，它有很多细软细嫩的地方，也有嫩口的，然后也有弹牙的，也有脆爽的，所以同一口龙虾里面有3种不同的滋味，对，真的非常的好吃。另外这边还有一个招牌是他们的金钱鳗，看起来好嫩哦，好像有很满的胶原蛋白。真的有很满的胶原蛋白。那鱼皮好端哦，因为它肉质是非常软嫩的，对，跟刚刚我们吃的青鱼的口感就是不太一样。它这种肉质感觉就是你放在嘴巴手上
顶一下就化开的感觉。而且它只有撒一点点的胡椒盐来提味，就也是让你吃到本身海鲜的那个甜度，不会被其他太过度的调味给代谢掉。我觉得每一道都非常的满意。气派吧？对，Hello， 瑞宏哥，思达，我们来了。瑞宏哥，这是思达，你好，我带着他骑着单车来你们这边入住，太棒了，很适合吧？我们这里就是自行车友善的天堂，所以很多人都很喜欢来这边骑自行车。他们可是有殊荣的哦，关于自行车这件事，告诉他，我们连续3年获得这个观光署自行车友善饭店的第1名，连续3年。哇塞，连续3年！那瑞宏哥，可以请问你，那自行车友善是代表什么意思？因为我听过宠物友善，我没听过自行车友善。是自行车友善，其实基本上它分成几样东西，一个是设施的友善，第2个是环境的友善。不过瑞宏哥啊，除了车友之间大家都知道你们很友善单车之外，上一次我来住其实是带我爸妈还有我小孩3代同堂一起来。我自己觉得饭店本身的设施其实不只是车友、亲子，还有像你这种结婚还没有多久还在甜蜜蜜期的，他们整个设施还有陈列氛围也很适合哦。Wendy 思达，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我们的海洋温泉。福隆的海洋温泉其实已经有10几年的历史。那这是全台湾本岛唯一的一口海底温泉。它的学名叫氯化物氢盐泉，而且它在1500公尺底下挖上来。矿物质含量非常非常的丰富，就是会对我们的皮肤好，非常镀膜，非常滑腻。对，那这个区块其实就是我们饭店非常有特色的地方。然后接下来当然就是您看到这一整区全部都是针对小孩子的安排。那这个因为我们在海边，那很多家长其实不敢让孩子一直在外面曝晒，对，所以呢我们就有准备动力沙让小朋友来玩。来看看我的房间，这个色系我喜欢。上一次我好像也是来住这样的格局，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色系啊，配窗外的风景刚刚好。你看我房间的色系是绿色调的。正对着的就是福隆的山，大家想到福隆都会想到海吧？对，没错。可是我来福隆，因为我有参加过越野赛，有参加过铁人赛，我们有跑到福隆的山径里面。我觉得面对这一片森林啊，很符合我的个性，十分舒心，十分疗愈。真的哎，而且他房间大的很有诚意哎。哦，没错。还有这么大的和室哎。哦，对对对，这个和室是我最喜欢的空间哦。这个和室其实你看，如果说加床的话，至少起码还可以睡大概5个人吧，对不对？全家人都可以躺。全家人都可以。然后我好喜欢坐在这边，哎呀呀呀！今天骑了车的腰啊，这样坐在这边聊天是不是很舒心？对，这边泡一杯茶，然后看着山，完全可以静下来，太棒了。哇，欢迎光临！哦，你房间的格局跟我那间其实是差不多的，但是姐有没有发现，我们刚刚颜色色调完全不一样？刚刚呢那一间哦是绿色系山景房，那我这边是海景房，是蓝色的。山女孩。水男孩哦，好像你不是说 Beach Boy， 海滩男孩也不错啊。对，因为你面前就是一整片的海滩。其实我觉得除了颜色上面做区分之外啊，在视野上面有不一样的感受，这个其实也会让住客的心情不一样。甚至我会觉得山景房住一住，下次我就来订海景房好了。对，而且你有发现哦，海景房其实刚好是可以看日出的时候。对耶。那山景房是不是刚好可以看夕阳？哦，完全不同的 feel， 不同的感觉。哎，我这里有温泉可以泡哎。你有汤屋哎。对啊，不错。你那一间没有对不对？我那间没有。其实我们2个都需要泡汤，因为我们今天都运动了。但没关系，我是做大事的人，做大事的人要泡大汤匙。我知道他们这间饭店的大众池非常享受，所以你慢慢泡没关系，我去泡大众池。
海底温泉一泡下去，觉得整个人的疲劳完全都被疏解了，好舒服哦！而且这里的海底温泉啊，无色无味，它看起来泉质非常的清透。再来就是海底温泉，它本身富含非常多的矿物质，所以就会知道这是对自己皮肤好，也对自己身体好的泡温泉方式，心里就更加的开心了。它整个海底温泉大浴池的设计有淡淡的一些典雅装饰，我很喜欢我背后的这一面墙面，它用拼贴的方式呢，把一些女生很喜欢的雅致风格融合在一起，所以就让泡温泉的心情又更加的轻飘飘。完汤当然就是要品尝料理，谢谢瑞宏哥帮我们准备了这么大一桌，而且我觉得这间饭店非常可贵的地方，就很多大饭店它可能会出菜色比较接近的合菜，可是你们其实跟很多的在地小农还有在地食材做结合，对不对？对，没错。其实在这个地方啊，山海的这个交界处，就太多的食材可以使用，如果不用，太可惜了。我好想要赶快品尝我面前这一锅，思达你看，有够香的。刚刚那滚冒泡泡的时候，闻到那种海鲜的香气。这一道叫做米香金汤海鲜锅，那这个呢，一开始就使用7种大溪渔港的鱼这个海鲜料理，然后呢加上了这个炸过的贡寮米。哇，贡寮米是一个很神奇的米，非常神秘的东西，因为它就是你听过，但你买不到。对，市面上你如果去超市或者什么，你从来没有看过有贡寮米耶。对，可是它真实存在，是不是？没错，而且它是这里的原生种，就长在贡寮的山上的水梯田里面。这个汤头很鲜甜之外啊，米汤融在里面，它会是很多不同的口感。像我刚刚一口吃进去，就碎蓬松软全部都有，嚼起来就会觉得好有口感哦。但是这一个也是淀粉，它是渔夫饭。那我抵挡得了它的诱惑吗？这道菜呢，它底下呢也是一样，是7种的海鲜料做成的扬州炒饭，然后配上最新鲜的小卷。我太喜欢这个了，这是我们回头指定率最高的一道菜。真的耶，这个我绝对会再点的。它回头率高，我完全可以想象，因为它本身除了下面的饭有很多不同的海鲜之外，酱料也很好吃。然后小卷，它本身那个鲜甜的汁又有渗进去里面，所以虽然是海鲜饭，我们会想到渔夫饭、海鲜饭，我们都会想到西方或是地中海的料理，但我觉得它这道完完全全是让我们回到了亚洲人的世界，觉得酱料取胜，海鲜也取胜的感觉。鲈鱼好嫩，对，好想配白饭哦。浓汤非常的香，但是颠覆大家对于浓汤的想象，因为一般的浓汤呢可能是浓稠的，可是它的浓汤很清香。对，其实我一般在外面我吃这种酸菜鱼，我不会想要去喝它，因为它真的太重口了。对，但这边完全不会，你可以把它喝掉。其实每一道真的会选择障碍耶。我觉得每一道都很值得吃，而且它不是光只是你表面上看到那种样子，我觉得你吃下去你会感觉到这边主厨的用心，就完全颠覆你的想象，很多细节在里面。昨天睡得超饱的，已经满血复活了。不过今天我们要去哪里骑车啊？今天我们要走的是龙门到盐寮这一段的自行车道，小杰老师应该在等我们啦。小杰老师，你约这个地方真的非常刚好哎。对啊，这是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地方是龙门吊桥啊，它是红色的，它衔接的地方就是从福隆，我们现在是从福隆慢慢走过去到龙门里。那现在跨了这个溪啊，就是双溪。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啊，就是有龙门露营区，然后其实右手边已经有看到沙雕缆的位置了。就是我们住饭店的时候往外望过去的那片沙滩，其实是衔接到这个地方来的。你们去沙滩的时候应该会经过一个拱桥，对不对？对。那这整片就是龙门就是现在我们福隆海水浴场的位置。对。
然后我们现在往前面走，好绿哦。我们现在往前面走就会遇到盐寮海滨公园。是的，你看我们的左手边这个绿的渐层感，感觉好像是做出来的。对啊，就像滤镜套过一样。对啊，怎么会这么绿？因为旁边的植批、森林还有树木都很茂盛，所以让水色整个也都碧绿了起来。对，这座吊桥，我觉得走在上面有点像俯冲天际的感觉。我觉得从吊桥往下看，这个角度非常的好哎，既可以看到整个小杰老师刚刚说的龙门露营区，还可以看到海，又看到了那里的山，再看到了这一边的森林，几乎什么都看到了。小杰老师这边两旁都是很多的防风林植物，对不对？对，因为旁边是沙滩啊，所以它会有它种这种防风林，除了防风以外，还有这些树木会把沙子拦住，它就不会飞到里面的那个乡镇里面去。所以防风林其实以我们所认识的，除了防风之外，还有防沙。对。这个防飞沙的功能是比防风林还要重要要不然沙子都会飞到城镇里面去。天然的一个围墙的感觉。没错。你有听到海的声音呢？有哎。是的，我们往贡寮双溪方向骑吧。我有预约了双溪老街的导览老师哦。哇，真的吗？那这样太好了，我就可以更了解在地文化了哎。这里就是两条溪的交汇处。哎，淑慧老师在那边。淑慧老师，嗨，温老师，好久不见。老师，你都没有变。淑慧老师，思达是第一次来到双溪哦。哦，真的吗？真的，第一次来这里好漂亮哦。是啊，那就要在这边渡船头了，来认识一下双溪了。对，我跟老师约在这里是有原因，不是随便乱约。我以为只是因为比较凉一点，所以就约在这里。不是因为一棵榕树下我们就约，是因为这个地方它对双溪来说是相当重要的。没错没错，像你们刚过来的方向呢，这就是双溪其中一条的平林溪，那另外这边呢就是牡丹溪，那两溪汇流在这里，所以就会有这个双溪的地名。既然是双溪，思达你知道吗？以前就是船只都会上岸的地方，也就表示这里的贸易非常发达。是的，那也就是说以前帝王算是在这边了啦。对，算是。对，那这边寸土寸金，对，寸土寸金，商业区最繁荣的地方。对。然后从船上来之后，再往外面一定也就是最繁荣的老街。那我们看到了河流，也应该要去陆路去老街上走一走了。对，因为我们既然上货了，我们就要进去里面再看看这个世界有什么好看好吃的喽。好啊，老师带路吧。老师带我们去。这里的石头屋真的就给人很气派、很大气的感觉，真的，人家很方正，好看着就舒服。是啊，因为这些石头呢，以前都是在地的打石师傅呢，在淡南古道时期手工打造的南港砂岩，打得这么方正对，因为他们这边在主要的商店街的房子都是有钱人。那他们的房子也会比较讲究的食材要比较坚固这样子。这一条应该就是以前的地堡啦，这个是信义区。而且思达你知道吗？这一面墙这一栋建筑里还藏了一个9又3/4月台。9又4，我看到了。老师借过，这个我电影看过。你确定哎？你有确呢？哇！进不去哎，进不去。因为你是麻瓜。对，因为我是麻瓜。老师，你应该资质够聪明，你可以。来，老师来，快点，勇敢。老师，你是妙丽吧？老师。不要玩老师啊！不会吧？为什么会有一个这个啊？好，这个呢，就是以前呢，我们这边的商店街最容易下雨的双溪啊，他们呢，容易下到雨的时候呢，又要做生意怎么办呢？他的每个房子之间呢，就会需要拱形门。然后让大家可以穿越廊道，风雨无阻来做生意。
哇，所以这个是很神秘耶，你也不算麻瓜啦，因为你还是有点悟性，你有看出来啊。有些人可能走过路过根本就没有发现有这样子。没仔细看真的会错过。对，会错过，你还是细心的。天地有正气，杂然复流行。下则为河域，上则为日星。遐迩居，遐迩居。等一下，是因为这首歌没有版权，所以我们在这边唱吗？不是，你是不是接不出来？还真的接不出来。接不出来，老师他接不出来怎么办？哎呀，你这样怎么行呢？我们双溪这边的阿嬷都比你厉害。阿嬷能背整首正气歌？没错，因为他们呢是在负责在三中庙这边朗诵正气歌。那我们刚刚背诵的这个正气歌，就是由文天祥公来创作的。所以在台湾祭祀供奉文天祥的应该非常少吧？这是全台唯一哦。哦，唯一一座。对。所以为什么文天祥跟这里有什么渊源？为什么这里的三中庙会供奉文天祥呢？是因为早期的时候，这边有开垦的连氏大家族呢。那他们来到这边双溪的地方，身上呢他就背了这个文天祥公来当为他们的守护神。那来到了双溪的时候，突然他的背带就怎么样断掉了。那这时候我们是不是就拿小石头来刮拨一下？那这个文天祥公的神像就告诉他说：“哎，我就是要留在双溪啊，这里地灵人杰，我就在此住下了。”是，所以这个连氏家族呢就落脚在双溪。那后来呢，他的后代子孙又考上了这个举人，那就发起说：“哎，那我们来起一个正式的这个三中庙这样子。”那现在我们如果去三中庙拜拜的话，通常主要是求什么啊？老师，求功名吗？答对了啊！很多我们学校在地的学生呢，要考试之前都会带着粽子来到这边来祭拜，包粽，包粽。淑慧老师带我们爬坡，一定有什么目的？是啊，我们到这边了。这个是双溪的第一个市定古迹——保我黎明碑。你看，这个古迹也太隐藏版了吧？你没有讲，我这是走过去了。跟刚刚那个月台一样，走过路过，你根本可能会错过它。哎，不是哦，这是特地在以前淡南古道必经的正道最明显的地方要刻一个大大的石碑，要来表彰一件事情。这个石碑看得出来非常有历史，因为它都已经有点斑驳跟模糊了，看不太清楚到底刻了什么字。它好厉害，是一体成型的。刚刚背诵过的应该认得出来，上面的字哦，保我黎明。哦，保我黎明。什么意思啊，老师？他们呢，就是有20位在地的头人呢，他们想要来恭送基隆厅长横泽次郎他来免田租3年。那在当时的农业社会就增加了52甲的这是良田，所以算是德政啊。后来呢，他就是遇到贪污被检举的事情，在地的这些头人呐，他们就联名起来希望可以挂保证说他是以前是一个对地方官很好的一个德政的这样的一个厅长，所以呢，很明显的地方在这个淡南古道的必经之路在这个大石头上特别刻上这样的一个摩崖石刻，所以等于就是说，大家非常喜欢这个百姓官嘛，所以替他求情的感觉。是的，是的。文玲姐，我们刚刚已经带我骑了整个东北角一圈了，你还骑不够，现在还带我来爬山哦。爬山这种小事，对你这个体育系毕业的人来说，绝对就是 piece of cake。而且你刚刚正气歌已经背不出来了，你脑袋不好使，难道你体能也不在精进吗？你就知道我已经是脑袋不好，所以缺氧才背不好了。不是，你多运动可以刺激你多巴胺，你脑袋会更容易灵活的运转。
啊，可是我看这步道我看不到尽头哎，你起码要有一个什么奖赏吧？有奖赏，上面有一杯饮品哦，有 guts 的男生才喝得到。哎呦，讲这样。对，一句话。有 guts， 走。就为了这一句话，对，赌他。还没喝到有 guts 的咖啡，先给你一个奖赏。你看看这景色，这个 view 可以，好美哦！这座小学好幸福哦，就在海旁边呢。就是既痛苦又幸福，同时存在着。那每天上课要爬这些楼梯，也是。我觉得走在这条步道本身就非常舒服，不用给你什么奖赏，这一片大自然就是奖赏啊！再加上你看这里是山壁，对，那里是广阔的大海，有一种好像要去冒险，又在享受山海之间互相冲击的那种感受。我觉得这边就真的很像你讲，很像在探险。我觉得很像在那种侏罗纪公园那种场景里面。对啊，这种对那种林头树就长得古老的植物，好茂盛。这种植壁，对。思达，你真的不要在这边传。你看前面有一个姐姐耶，是女生。姐姐背什么东西啊？你为什么背一大箱？我要背去我上面的咖啡厅。这是你开的咖啡厅？对。那你为什么要开这么高的地方呢？为什么不开山下就好了？你先不要追究这个，你不觉得姐姐很辛苦吗？有点喘。先不要追究她的责任，背了一先帮她的忙。谢谢。所以吐司放下来。物资，所以你咖啡厅的东西，该不会每天都要这样子用背的背上去吧？对啊，因为这边车子也没办法到。所以上面是一个什么样的地点？你为什么要开咖啡厅开在那里？它是一个军事废弃的那个军营。军事用地，它已经废弃很久，是观光局接起来整修。那我们是跟他承租的。这么辛苦，你为什么要承租？这里风景很漂亮啊，给大家一个休息的地方啊。我们等一下带着感恩的心，品尝里面的每一口美食，连水都是从底下再装抽水一直上去，这样子，就是线路很长很远。哦，我以为水也是背上去，吓我一跳。我现在真的快要渴死了，可以赶快带我去吗？你背？那我还要背着？对啊。好，妈妈，谢谢你的。我们3个人当中就你一个男生，你觉得嘞？好，那带我去。帮他，姐姐，我帮你，小心。从这边走进来就是我们听汤一区的范围。那我们的咖啡厅是在这个彩虹阶梯底下。你们很懂哎，你们先做一个门骗大家说到了，对啊，其实还要往下走。彩虹梯就在这里，你要走下去往上看才看得到是彩虹阶梯。好可爱哦！要不然让人家引导人家走下去底下。不是这句话的话外之意就是你等下喝完咖啡，你还要再走上来。对，我们还回去哎。爬了步道，进入军营的你，就是有 guts 的你。千辛万苦，真男人才能喝的饮料。对，我也是女汉子才能喝的饮料。但是你有没有觉得佳慧姐其实啊，应该算是蛮直人，个性呢也是有点强迫症，背东西已经够重了，有没有？她那个冰滴咖啡，她坚持要用玻璃瓶装，哎，超级重，这样才有质感啊！这样给人家方便，可以当外带杯啊。我觉得冰滴咖啡真的这样，光是倒进这个冰球里，然后你这样子看看，这样子摇一摇，然后对冰球，你看，对，这个感觉。佳慧姐，你个性真的很浪漫，难怪你会被骗来这里。你好适合这里哦。她很重视仪式感，所以那个仪式感对了，她就 OK。对啊，你看我的饮品看起来就是都是很浪漫，是有点像是用调酒的原理，因为我本身就是学调酒底的，然后就是以调酒的原理去做那个分层的颜色。哦，我喜欢我这一杯，它是柳橙底的，柳橙汁我最喜欢了，而且它加了一点点
其他的水果风味就是覆盆子的味道。所以除了原本柑橘类的那个香甜之外，还有一种莓果类的酸甜。对，喝了真的刚刚的疲劳都消散了，哈哈，喝值得。我本身本来就觉得值得。然后我这个气泡饮它也是一种莓果的风味在里面，我第一次喝到这种莓果的感觉。然后因为它是用气泡饮的方式，所以我们刚刚走那步道上来，本来很累，我觉得那个疲劳感就跟那个气泡很清凉，把它删掉了。对，啵，那些疲劳都不见。好适合在这边喝这个哦。好适合哦，整个就是疗愈的感觉。我想看那个冰球，就是觉得很疗愈。眼睛上面就已经真的很喜欢喝咖啡的人来都一定会点这个。但真的很好喝，喜欢也符合这里的环境，整个环境跟军营完全不搭调。对，你不会想象得到说以前这里是一个军营，除了它外面的迷彩涂装之外，里面完全是一点点欧系的风味。对，而且这边走上来看这风景，真的无敌漂亮，真的是。对，后面是山，然后前面是海，真的全台湾找不到几个像这样子。真的是全台湾也找不到几个像你这样的傻子。请继续坚持。